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俄亥俄州特利多教会的生活日志。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叫最幸福的事。作为神的儿女，人人都愿意说，认识主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有主的同在。但是在我们实际的日常生活里，我们有多少时候能够诚实地这样说而不觉得心虚呢？如果从没有真实的在灵中尝过主的甜美，怎么会享受主的同在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也活在这个假象里，常常骗自己，觉得自己很愿意，只是找不到主而已。我每天上班，早出晚归，似乎总有处理不完的工作，下班后还要回家面对永远做不完的家事，调皮不听话的孩子和沉默不语的先生。我的最后一丝力气也消耗殆尽了。第二天早晨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去做一个公司的好员工，丈夫的好妻子，孩子们的好母亲和教会中的好姊妹。每次想要凭着自己做好，最终都因着自己的难处和失败垂头丧气。原本应该是满了滋养的教会生活，也成了宗教的义务，不但不能成为生命的供应，反而成了额外的压力。日复一日，没有来自生命源头的供应和滋养，生活变得平淡枯干，了无生趣，沉重费力。几年的婚姻和家庭生活使我到了尽头，终于重新思考这个神儿女口中与主同在的幸福。最近一位姊妹的经历让我深受启发。从1年多前，这位姊妹开始每天早晨到公园走路1个小时。她说这是她每天与主相会的时间。有一天她去晚了，她就跟主说，主啊，我来晚了。说到这里，她眼里含着泪，为着自己挥霍了许多过去宝贵的岁月而悔改。她说，为什么直到今天才看见主的美好呢？为什么今天才觉得与神相会是生死攸关的呢？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才看见每天早晨被我们忽略的那一缕照进黑暗的阳光，它的可贵呢？他告诉我们，主的面光和说话是他生活行动的一切养分，没有这个他无法生活。主的美丽自己吸引他一直要留在主的里面，他喜欢和主在一起，和主倾心吐意。我被他的见证所震动，仿佛也进到了他与主同在的氛围里，感受并证实他所述说的。我看见其实不是我不知道如何摸着主，而是我不想也不觉得需要主。道理上我知道要用我的灵，而实际上我却常常告诉自己，我不需要我的灵，我在自己里面是可以应付的，因为事情还没有遭到非要找主的地步，主只是我人生中最后的一个选项。就这样，我与主在完全不同的频道里，就像2条平行线，毫无交集。这位姊妹走路遇见主的画面，每天都鼓励我。1年半的时间，无论严寒酷暑，她每天都去，而且每天都迫不及待地去看树，看天，看太阳，其实是看见了她所爱的主。主就像每天升起的太阳，让一切生命的活动可以重新开始。万物在他的管制下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美。无论是随风飘落的树叶，还是迎风飞翔的小鸟，都成了他与主之间的隐秘对话。在这样的与主同在的幸福中，他的见证更明亮，他的服事也更有能力了。
他更爱主，更爱人，也更可爱了。我感谢主把我带到我的尽头，使我终于明白并且经历是什么让人改变。今天我可以诚实不心虚地说，主的同在的确是世上最幸福的事。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从今天的信息中得到亮光和启示。你的点赞、留言、分享、转发是我们持续制作的动力。我们的网址是 thechurchintoledo.org。期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